我是邵康，欢迎你来到 TVBS 邵康战情室新年的特别节目啊！今天是大年初一，跟大家拜年，祝大家在12年一切都顺利哈，平安健康哈。不过呢，虽然今天是这个大年初一，我们谈的话题就很重，我们谈大罢免。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何孟华议员、徐普副秘书长、陈凤馨小姐、李永平前副市长、刘采薇议员哈。好，那么。因为民进党是希望发动大罢免嘛，所以国民今天找的来宾都没有被罢免的危险，所以都不是大家会觉得说大年初一很触眉头。真的被罢免，不管成不成，那个公子都是脱掉半层皮，真的，甚至脱掉一层皮。即使开始什么发动了，你知道准备啊，对呀，心情都会不好。那国民党发起一个叫做蓝沙罢免行动，蓝沙哦。那说回击民进党的大罢免啊，那第一波呢瞄准双吴，瞄准吴思瑶跟吴沛忆啊，那而且呢这个因为民进党说是公民团体发起嘛，哦，所以国民党就喊出以罢制罢。那蓝营的新生代哦，就是在比较基层的新生代呢，也提出罢免吴思瑶跟吴沛忆了哈。他们现在因为现在不能罢，2月1号才能罢，所以他们现在收集了之后罢免意向书，就你先填个意向书，到时候可以正式可以罢免的时候呢，那再请你这个填正式的这个罢免的这个联署书哈。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呢已经有心理准备，说这是一个大罢免潮，所以呢虽然资源不如民进党哦，但是呢还是这个输人不输阵，还是要罢还是也要提出来。以罢制罢了哈，好，那么所以呢，吴思瑶跟吴沛忆这两个，他们还把它变成了一事无成，这是吴沛忆，然后呢，地动山摇，吴思瑶，哎，选举搞到这个是，因为实际上因为议员是有任期的，立委有任期的，你就不好，下次不选他就是了嘛，哦，干嘛在这个时提出罢免呢？劳民伤财了哈。那民进党呢，在双北展开罢免国民党立委，那徐巧芯呢就叫铲除黑心啊，那这个罗志强叫大安抢棍啊，然后呢港湖除秀李彦秀，然后呢新北的叶元之叫大三元啊，反正都有一个名词了哈。那另外呢就是王宏威啊，叫做删除危害啊。那国民党在台北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哈，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哈。那大概它有几种标准呢？就是说，比如说你选举的时候，因为绿营有2个，那你又是擦边过，就认为说有机会把你罢掉啊。那另外呢，这个地动山摇的召集人啊，叫做赖以任啊，他就说呢，吴思瑶只会再要抹黑，说我们要罢免他，你总有个理由嘛啊，你要师出有名了。那朱立伦是说呢，要把民进党的立委陈莹跟吴丽华罢免掉。因为国民党在在原著里面是比较有优势的啊，所以呢，我罢免你啊。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的麦玉珍就是说喊要罢免吴思瑶，而且还要淘汰柯建铭啊。那另外呢，吴沛忆说不怕罢免，民意代表不应该带头作乱，我不是软弱的人啊，你不要把中正万华当成选举的练兵场。因为中正万华那个时候呢，为什么说他们要罢免吴思瑶，罢免吴沛忆呢？因为在那个选区当时是钟小平跟虞美人2个加起来票是比吴沛忆多的，哦，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他们认为呢有机会啊。那郭正亮这个断言了哈，说吴思瑶、吴沛忆还有李博毅，高雄的李博毅会倒，如果再加上2个原住民，就是5个。哦，是有机会的啊，不是说一定会罢得掉了，有机会。那你民进党不是要罢免国民党吗？有是许志杰说是9人呐，也有人说是7人，也有人说全罢41人呢啊。叶元之是说民进党不用演了，板桥到处遍布这个罢免海报，这哪是民间团体搞得起来的？当然是民进党党部在后面搞嘛啊。那另外呢，这个有12个国民党委员第一阶段已经过关，因为第一阶段只要1%。包括了徐巧芯，包括王宏威，这个表现还不错，声量蛮高的立委呢，也被这个放在这1%里面。我们看一下。今
今年过年，吴思瑶春联搭上台湾雄用话题，只是背面密密麻麻写下自己在国会争取的政绩，包含主持170场记者会、质询80场、通过51项法案等等。吴思瑶委员的春联要反着贴，因为如果你没有反着贴，就看不到他的政绩了。所以我可以大胆的这样子想，让吴思瑶都急了。我没有看过有人在春联背面去印自己政绩的史上第一次看到。徐小新开酸，吴思瑶是急了，点罢免火反往自己身上烧。吴思瑶最近也公开点名前蓝营助理在民众党的111游行搞罢免，就连我只是一个前助理，需要劳驾到民进党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来亲自点名我吗？吴思瑶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当天收到的，所以目前就是根据我们当天所公布的2000多份。来，凤青，好。当然，我觉得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一再的说，这个大罢免潮是不可能够抵挡得了。虽然我认为民众并不接受。其实，在我们刚好过年前呢，那么那时候呢，美丽岛电子报做了一份民调，你就会发现说，支持罢免的其实只有10几%。反对的高达71%，其实那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哈。那就反映出来，那你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的罢免门槛分3个阶段嘛哈。第一个阶段，只要选举人数的1%就可以成案了。那1%，坦白说，其实真的是很少。我举个例来讲，像当初这一个在基隆市的时候，那时候要罢免谢国良，那基隆市的选举人数大概是30万，所以1%只要3080人。那个1%，其实以任何一个政党的侧翼，然后去动员，我认为都动员得来。所以你只要锁定目标，第一阶段一定都可以。到了第2阶段呢，其实它是考验的第1个阶段，其实真正的考验是在第2阶段，因为第2阶段就要10%。那这个10%，因为它需要有这个查核，你是不是真的是现任的人啦，然后你的户籍资料啦等等的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当初在基隆的第2阶段，其实眼看着是没办法成案了，然后后来呢，民进党干脆就不演了，就开放所有的民进党的公职人员的服务处，通通可以来推动罢免。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才勉强成案。好，那是他第2阶段。但后来证明了，到了第3阶段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输了。好，那我觉得现在其实我去年呢，我就已经先提了，就是说今年因为要进入大罢免潮，今天是大年初1，可是我们就要谈大罢免，因为呢，过完这个春节之后呢，第1天的正常上班日是2月3号，也就是立法院因为是2月1号就任嘛，所以2月1号开始，他就可以开始正式的罢免，所以你这边什么意向书啦，都可以转换成为实质的这些联署书。我本来就是认为说，其实你现在如果要阻止大罢免潮，只有一个方法，罢连3败，你才可能阻止大罢免潮。就是民众要一次又一次的反映出来说，我拒绝这种恶罢，他才真正的能够阻止这样子的一个罢免潮。当然，这里面刚刚赵英讲，就是说所有的被罢免的人都会脱一层皮，所以我也知道国民党这边其实也很怒嘛，哈，所以他们想要反击。那现在这个反击其实分成2个部分。现在看起来国民党中央锁定的是4位，双吴跟2位这个原住民的立法委员哈。那原住民立法委员的情况是比较特殊，因为他就算被罢免掉，其实是不需要补选的，因为他是选3位嘛，就是3位3区3位平地，所以呢3位呢他去掉1位之后，不到1/2是不用补选的。那国民党也确实比较有优势，但是我也觉得说，在这个只是去反制的一个做法，能不能成功，我是打一个问号。我基本上认为，不管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每一个案子成功的几率都低于30%。我认为成功几率都不高。第一个会吹起这个大罢免的风潮、诉求跟政治这把火呢，大家都知道责任在民进党嘛。那国民党只是这个相被迫要还手的一个政党嘛。尤其是跟立委有关的呢，
民众党为什么会没事？没有因为民众党没有没有区域立委只有不分区那不分区的是你没有办法罢的，因为当初大家都是投政党票嘛，你怎么样反悔说我的政党票呢？不可能。好，那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国民党是被动的，所以国民党今天就有很多方式可以选择因应这个事，只是根据历史经验，譬如说韩国瑜那一次的被罢免，因为国民党采取，包含韩国瑜本人都采取冷处理，结果冷处理呢就得到了一个非常羞辱的后果。以后，那国民党就学乖了。所以在谢国良的这一场呢，谢国良本身是一个个性很温和的人，他并不是很对抗性质的人，他本人不一定喜欢热战啊。可是包含我们主持人赵大哥啦，还有很多人都去劝谢国良，劝国民党部说你要以战才能止战。那果不其然谢国良这一局呢就看出来即使不支持民进党的人呢，非常讨厌罢免。可是你真的被迫卷入这个罢免列车的时候呢，大家还是会出来表达一下不支持这种恶罢的一个心意啊。那所以今天对国民党来讲呢，第一个，我觉得国民党党部这次也学乖了啊。我们那个采薇发言人在这里，第一个呢也是全面应战。第二个呢，我觉得这次朱立伦主席呢锁定原住民确实是很有战略的，因为不止陈莹跟伍丽华原住民他们当初得票就不高，那更重要的是呢，在过去的政治议程里面呢，我觉得他们有负原住民的重托，因为譬如说第一个大家觉得非常莫名其妙，总金额很小，只有20几亿的原住民禁伐条例的钱，民进党补偿条款，这个补偿条款，他的民进党的行政院都可以不肯编列那个预算，而且不编就是不编，最后跟这个在野党的国会呢正式对决，那这件事情非常伤原住民的心，而且伍丽华也被逼到跑去各地呢灭火，说我一定会把这个6万块补给你们。其实行政院只愿意给4万那但是法定的呢，当时通过的立法是说要6万，所以这个第一次伤了原住民的心。第二个伤原住民的心呢，是在对决这个警消的退职条例的退职金的那个所得替代率不要再往下降了希望呢提高一点，甚至比较资深的退休的警消跟这个可以到80%。那这个部分呢，当时伍丽华就知道说，很多警消他们冲在第一线这个平均寿命只有69岁远低于我们台湾的平均寿命的这群人呢，其实很多比例是原住民的，所以伍丽华在那个投票呢，他有之前禁伐条例的那个案例，他就不敢投。他就弃权了，他就不敢去支持民进党的反对票，可是陈莹还是投了反对票那当然结果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合作呢，让这些法案可以过关也为原住民呢争取了权益。可是从原住民的角度会认为说，我们已经是弱势了耶，你们是代表我们的耶，尤其是那个禁伐条例的补助，那个才6万块，20几亿，真的对那么多的预算来讲不算是一个钱的时候，你们都没有站在我们这个立场上拼命为我们捍卫。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这2个原住民的立委，不是说我们好像国民党要特别的欺负民进党原住民立委，不是，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站在原住民的立场上呢，坚持捍卫权益，所以呢，这个有比较正当的罢免他的理由。其实国民党最希望说你也不要罢我，我也不要罢你了，这何必呢？但是现在看起来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你只好这个以战止战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发起大罢免的就是柯建铭了要罢免国民党41个区域立委那柯建铭说，民进党的公职员全体投入，民进党的公职员服务处都设罢免站所以大家要共同见证这一刻，很快就看到台湾有救了。
就是国民党呢这个蓝白不过半，台湾就有救了。那另外呢，因为柯建铭是新竹出来的嘛，所以新竹市党部呢也推双罢，除了罢免国民党的立委曾正乾，还要罢免市长高虹安，一起罢啊。他的这个主委叫施乃如，一起罢啊，双罢。那这个林志杰呢也愤怒，说竹科成立50年都没有发生过，因为蓝白呢有删他们的科技预算，因为他现在是行政院的顾问啊。那另外呢，这个新竹苗栗5个立委都被点名，说他们叫做附随立委啊。附随组织附随立委，附什么意思呢？随着傅崐萁一起呢这个起舞，所以呢包括郑正乾、徐新莹、林世明、陈超明、邱正军都被公民团体说呢这是要附随立委5个统统罢掉啊。那另外呢，民进党说我们有16届包括租屋界、猪哥界、这个七蛋界、这个演艺界等等的一大堆呢，说国民党战斗吧各界都有。来，这个采薇。我先说一下啊，国民党当然都还是不希望有这样恶意罢免的一个状况发生啦。但是呢，民进党是从柯建铭，然后一直到明代，包含吴思瑶啊、沈伯洋啊等等，都是一直非常的希望，而且自己主动说就是要提起大罢免时代。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国民党当然不是当塑胶的啊。国民党不能躺着让你那边打嘛，所以我们当然是主张，如果真的要发起这样子罢免的话，我们就是以战止战，而且事实上主动说要大罢免的，我想不是只有柯建铭而已，还有包含陈时中啊，然后甚至是连民进党的这一些举动，从立法院前阵子大家在谈的这些预算，然后利用这一些恶意的连结、恶意的造谣抹黑，事实上都在玩一个游戏而已，那就是大罢免的一个起手式，在立法院审这些预算，明明在野党的蓝白立委都是很谨慎在审这些预算，但是他们偏偏就要说这些预算呢砍了就会砍到你的这一个补助，这些预算砍了呢，你过年这几天你要订台铁都订不到，那事实上其实都是骗人的嘛，这些都只是在刻意挑起大家的仇恨值而已。所以对我们来说，如果要这样子恶意的造谣，我们除了澄清之外，当然我们也会有我们的这一些行动。那说实在的呢，这些罢免到底对谁有帮助？我讲个很简单的，那就是对要赚这些选举财的人有帮助吗？太好了。我在这几天因为我们过年前都会去发春联，那所以我们都会看到地方上有一些联署摊。那这些联署摊，在我观察下来，我觉得很有趣跟过去真的是由公民团体发起来的活动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们都是早上起来固定几点出来摆摊，然后下班的时候呢，桌子收一收，然后回家休息。你不能说这些都完全没有可能真的是支持想要罢免的这一些公民存在，但是我很简单说，现在在这些摆摊的，我看起来更像是这一些公关公司在做处理的。那因为公民团体说实在的，你也没有这么多嘛，但是你要可以去附和，你要可以去应付，包含民进党提出来的这样大罢免的这个时代的话，那你一定都会有一些奇怪的成分存在。我讲个最好的例子好了，就是山海联盟要罢免谢国良的这个山海联盟，当时我们就质疑他的这个财源到底从哪边来，那他们一被质疑就说有，我们之后会公布这个细节的明细。结果不只是报告迟交，连明细都没有公布出来，所以到现在这个恶意罢免谢国良的团体都还在让大家看到，这个就是你们民进党的民主，让大家被质疑，这样子的大罢免，这样子的恶意操作是大家要的吗？我想不是，而且大家对这样的大罢免，其实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腻啦。每年都在选举，搞到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大家都还要再来谈这个罢免。我觉得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疲乏而已。来，孟华。其实我们知道呢，大罢免是柯总召他自己的想法。当然呢，柯总召他是立法院少数党的总召嘛，所以他当然呢，在面对我们行政立法的僵局的时候呢，他会想要非常焦虑的想要一个解方。所以其实这个大罢免呢，其实是柯总召他本身的讲法。那当然呢，这个说法代表民进党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目前党中央的回应呢，还是都尊重公民团体自己发起的行动。那我们不能把，例如说傅崐萁总召他讲的话代表国民党吗？当然不是嘛，你还是要朱立伦主席说了算啊。
那我觉得讲回来这个罢免的话呢，我觉得现场呢，其实我们最近发春，我也看到了，我自己观察到我们选区的公民团体的状况，在天气那么冷的状况，大家在那边那都是露天的，然后在人行道上面可能借了一个棚子在那边摆，然后让大家签联署书。这么冷的状况，大家会愿意自己出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你必须要是仇恨值够高，才会呢让民众愿意要出来这么麻烦的拿着身份证在那里对那里写联署书。我们知道其实罢免都一直不容易，之前呢不管是国民党呢或者是民进党呢，都有像不管是韩国瑜啊或陈柏惟等等的罢免有成功有失败的，像是黄捷之前市议员的时候罢免他就失败了，所以我觉得罢免你必须要有一定的仇恨值才有办法的。可国民党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选区，像是不管是罗智强的选区、徐巧芯的选区、王宏威的选区，基本上都是蓝营比较优势的地区哦。可在蓝营比较优势的地区，竟然还愿意提出罢免，就表示说人民其实这有一部分的人民是真的对立法院蓝白的表现是有质疑，是甚至是愤怒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其实就像立法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之前说要删公司的预算，那大家民意的反扑之后，最后呢只删了1%。那国民党跟民众党呢在里面其实乱提了非常多的预算，大家其实是非常看不下去的。那美丽岛的民调呢，当然呢，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啦，当然也许对于不想要罢免的人还是比较多，可是他这个民调做的时间其实是15到17号，他还没有反映出就民众对于大家就是不管是国民党或民众党在立法院乱删预算这个民意的反弹。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很夸张的事情哈，像是中科院的预算也被冻结了，那冻结了之后呢，你50%后面才有可能办法来解冻。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像连行政院联合中心的业务费都被删除了，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你以后呢，不管是在中部办公室或其他地方办公室，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业务叫做办护照。那你以后你要办护照，你都要跑到台北来，都跑到外交部因为你已经没有其他的联合办公室可以办了，这对民众来说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蓝营或是白营，他们在删预算的时候，并没有非常仔细的看清楚很多的细项，所以造成呢民众的反弹的民意这个出气呢，就跑到大罢免的现场去。我自己在走街的时候，或是在扫市场的时候，很多民众会自己来问我相关罢免的讯息，那我必须就可能要去跟大家讲说，公民团体可能在哪边会有相关的行动。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呢，如果国民党或民众党在立法院的动作不收敛的话，大罢免潮只会继续下去。用总预算这个谣言来延续大罢免的热潮，这个本来就是民进党的阳谋啦。这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关心政治，他会关心我什么东西被剥夺了啊，我什么东西可能完了这个删了之后可能会什么安全会有影响，他是用一种恐惧的心态去散播，然后让破缺，让不关心政治的人开始有了仇恨感。我随便讲几个嘛，就是讲说这个总预算里面有说这个蓝白要删什么弱势的租屋补贴、租金补贴不是呢，是202亿的预算暴增到414亿，然后都没有解释，那只是冻结而已。你暴增了100多倍。100%多，然后没有讲，然后只是要你来讲，然后你就说这个是要把弱势的族群删掉，然后说什么矫正署的预算说要删矫正署预算1亿，然后让这个未来就可能有再犯的风险，那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影响。不是，是青少年你再犯的几率其实是有47%，然后再犯率高达25%，也是冻结，说你3个月内提出计划来，你就可以解冻这个预算，诸如此类。其实只是民进党去散播恐惧、散播谣言，让大家觉得蓝白很可恶，所以要罢免，这是一个接续性。不过刚才采薇讲的也很有意思，今天大年初一嘛，大家以后其实过完年之后都想要找工作或换工作，真的有选举相关的、文宣相关的、公关相关的。为什么呢？以前是2年吃一次嘛，就是说地方9合1选举，然后总统大选吃一次，因为现在隔年就有罢免战啦，对不对？然后罢免完又有补选，每年这个选举才真的发布完，周边非常非常多。不过刚才有讲到。就比如说这一次除了要罢立委之外，另外还要再罢说高虹安，我就觉得这个阴谋阳谋出来。但是呢，高虹安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高院其实那一个所谓的要释宪的判决，他就是意思是说，过去你立委并没有这样的判决被判刑嘛。另外呢，你要把它说跟什么人头诈领完全是不相同的案例，所以高院判不下去。这对高虹安来讲是一个好事。那现在你说要罢免他的话，对他而言，那反而那2026他再战的可能又更高了。对，讲得很对。不过基本上了就是为什么像那个蓝营比较多的选区，像徐巧芯啊、王宏威啊、这个罗智强的选区有人罢，就是因为现在罢免的制度的不合理。对啊，就说假定说我蓝营比较多的选区，我是6-4赢你的，罢免你4成就够把我罢掉了，所以这合理吗？我可能10万票当选的，但是我可能7万票就把我罢掉了，所以这个选罢法是有问题的。
哦，所以我真的这个我上次讲过，我再讲一次。那你怎么办呢？叫赖清德注意才可以啊。赖清德如果不注意，他会说跟我无关呢、是地方这个民间团体啊。所以蓝白现在立法院超过一半，就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嘛。现在的选罢法，总统、副总统要罢免是1/4立委提案，2/3立委通过，才到民间去哦，等于是公投了。然后一半的选民这个投票，选民投票的一半通过就罢掉了。所以其实也只有1/4就可以罢掉，哎，怎么不行呢？赖清德拿40%的票啊，侯友宜跟柯文哲加起来60%的票啊，我还罢免不到你吗？哦，所以他就会怕了，紧张的结果，我们不是真的说希望把他罢掉哦，因为我也反对在这时候罢免，那就变成那你既然发动，那就以罢制罢，以战止战嘛。对呀。所以呢，现在蓝白在立法院是通过一半的，而且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的修正不是修宪啦，门槛没有高啊，他们一半就可以通过了，改啊，一半立委就可以这个通过罢免总统、副总统。你看赖清德紧不紧张？他会对这个事情表示态度。休息下再回来。